朔州商界之首君盛集团突遭重大商业狙击，截止目前，集团估值已暴跌20亿，岌岌可危。君盛遭受致命狙击，现在我需要一个解决方案。江董，这次狙击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，对我们而言，怕是必死之举了。我们无力抵抗。我需要对策。江小姐你好，这儿有份文件需要您面签。我现在没时间在这种事上浪费，你先等着。在座各位都是君盛精锐，出身顶尖商学院，声名显赫。而现在集团生死存亡之际，你们给我的回答就只是坐以待毙。现在正是世界级的金融寡头云雀国际入驻大夏的关键时期，各州的一线集团都在争取合作机会，而我们君盛风头最盛，所以遭到了3大集团的联手打压。这一次，我们怕是在劫难逃，无力回天了。请问哪位是江婉宁江小姐？你怎么上来的？而且我不是说了，不要在这种事上浪费。所以，你眼中视为大事的，就是应对这低级、粗劣、漏洞百出、犹如过家家一般的商业狙击。堂堂君盛集团的董事长，朔州商界的天之骄女，竟然把这种小麻烦视为大事，你行不行啊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擅闯金盛顶层，在这儿大放厥词？大放厥词还真谈不上，实事求是罢了。我还有笔急单要送，时间有限，下面我说的话好好听，好好记。放弃你们君盛已经推行已久的3号项目，把现有的全部资源转投到忽视已久的7号项目上，你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信口开河！你知不知道，君盛在3号项目上已经投入了超过15亿？就凭你一句话，你也想让？纵观大夏全境，你们7号项目所涉及的领域是一片空白，而这个也是云雀国际所感兴趣的方向，于你而言是最好的选择。至于成功之后，你们君盛会获得怎样的成就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不过是一个跑腿送外卖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高谈阔论？你有什么资格去揣测云雀国际的喜好？要知道，云雀国际可是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寡头。起来，7号项目，这是目前情况下君盛唯一的自救策略了。一旦成功，无论云雀国际是否有兴趣参与，我们君盛都有可能会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更有一步登天，成就一代商业神话的可能啊！江董，我们君盛有救了。行，江总，就这样干，就这么干。你到底是谁？跑腿送快递的而已。江小姐，你的快递。哎，你好，抱歉，我上一笔订单耽误点时间，我马上送过来。好，再见。安保部长赵峰，告诉我他是怎么上来的？江董，那个送快递我们本来是拦着他的，可后来没想到我们30多个武装保安连他衣服都没碰着，眼睁睁看着他突破封锁。那小子就是个怪物。董事长，那个人来路不明，归根到底就是个送快递的，对社会上流和商业规划一概不知。他的话不能信，否则风险真的很大。江董，云雀国际发来通知，将为我们的7号项目注资50亿。君盛将是大夏境内第一个获得云雀注资的集团。刚才闯入我们会议室的那位先生，为我们君盛带来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奇迹。这不可能啊！查，从现在开始，优先等级提到最高。今晚之前，我要知道这个男人的所有踪迹、去向、一切资料。是。
停直播。你们10年期满，云雀国际首席执行官楚明携英文黑卡，请清军归位，请清军归位，请清军归位。起来吧。金雀集团，10年了。是的，云雀国际已如约入境，地经沈家也发出号令，7日后将入局朔州，命朔州许家在天书庄园设清宵宴，为您公开云雀清军沈家3公子身份。云雀的合作方里要有清月的位置。属下已令朔州云雀总负责安排专人为您的妻子苏清月小姐送去100亿订单，作为云雀集团的首要合作对象。既然如此，把消息放出去吧。您要为苏家造势。昔日苏老太太曾有恩于我答应过她，要护苏家和清月5年。这5年，有您的暗中帮助，苏家已经从末流家族涌入朔州的上流了。但是苏家底蕴浅薄，还得不到上流的认可。今晚苏家会借苏老爷子的寿宴，广邀朔州名流，以扬苏家之名。那苏家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若没有您的帮助，这场寿宴恐怕也是门可罗雀。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无能。但凡有半点可造之处，他们早就成就一方霸业了。好了，你先把订单的消息放出去，然后为我备一份厚礼，以地经沈家之名送到苏家。是。送完这最后一笔订单，也该和过去道别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快递。您的快递您请。清月，沈池，清月，东西送到了。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你们在酒店做什么？怎么，认识？他是我的丈夫，沈池。沈池是吧？在下朔州许家许云泽，云雀国际朔州分部副总。云雀国际朔州分部副总。没错，我们层次不同，你可能不太理解。云雀国际乃是我大夏第一氏族地经沈家的一位传奇人物一手扶起，放眼整个世界，也是首屈一指的金融寡头。而我则是受那位传奇的亲旨，特知朔州的云雀高层。我和清月是旧识，我们只是在这里谈论一些商业问题而已。亲旨，高层，我倒是头一次听说。而且，有什么问题是非要在这酒店套房里面才能谈的？沈池，清月，以你的身份，孤陋寡闻，眼界狭隘，这不是常态吗？就像你以为的，这里不能谈论商业问题。我和清月谈什么，你听得懂吗？于我面前，眼界狭隘、孤陋寡闻的只能是你。至于商业问题，你怎么确信我不能理解？够了，沈池，收起你恶心的想法和情绪。我跟云泽在这只是谈合作。谈合作，可以，但是作为你的丈夫，我是不是有优先知情的权利？你知道了有什么用？这不是洗衣做饭，我们是在谈商业的应对和决策，你帮不上忙。哎，清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毕竟他刚才一路跑腿，把文件送到了这儿。你别说了，抱歉，云泽，合作的事，我们下次再谈。我说过，你有什么难处，我是可以帮你解决的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信你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要我怎么信你？信你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要
要怎么信你？可是我不求你像许云泽那样成为那位传奇亲指的云雀高层，我也不奢求你能帮我，我只求你别影响我工作，别添乱。你连这样都做不到吗？他许云泽不过是一面之词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。而且他是朔州云雀的副总，你呢？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苏清月，原来这些年你是这么看我的。你现在什么样子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不想跟你吵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对了，今晚是爷爷的寿宴，家里人很重视，我提前跟你说好，不要带着你的自以为是和情绪参加寿宴，没有苏家的礼物。丢脸！今晚的寿宴，我本是要给你苏家一夜风光。沈池，你不要让我对你彻底失望和死心，行吗？楚明，给我备身衣服。爷爷，祝您万寿无疆。好，清月坐。慢着，沈池，爷爷让你坐了。慢着，沈池，爷爷让你坐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姐准备的寿礼已经送过了，你的呢？子夜，你别在这儿。姐，现在可不是替他说话的时候。今天晚上爷爷寿宴，他空着手来，分明是没有把爷爷放在眼里。这种态度也配进门，也配落座。寿礼我已经安排人去准备了，稍后就会送到。哦，原来是安排了人呀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安排的什么人？难不成是你那送外卖的同事？我安排的人，你还不配妄议哟！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沈池难不成还能安排什么大人物不成？行了，子怡。沈池，你到门口那坐坐。凭什么？你还有脸问凭什么？要不是你恬不知耻了，待在了苏家，我们家清月早就嫁入了豪门。像今天这种寿宴啊，指不定该有多么热闹。可是现在这样如此冷清，你是不是忘了5年之前，你们苏家还只是世家末流，如今才堪堪迈入朔州顶层，底蕴还不够得到认可。现在你们就想一呼百应，未免有些太自以为是了吧？瞧瞧你说的，我们苏家的崛起好像与你有什么关系似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苏家之所以用5年的时间融入到朔州的顶层，那是因为我们家清月天资卓然，尽心竭力。要不是你拖他的后腿儿，他的成就不可限量。好了妈，别说了，我就要说，今晚我就是让这个废物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大庭广众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沈池，今天晚上我不想跟你动怒，要么你自己走过去门口那坐坐，要么立刻给我滚出宴会厅，别在这儿丢我苏家的人。云雀国际到。云雀国际许云泽率朔州众名流贺苏老爷子大寿。贺苏老爷子大寿。好，请入座，请入座。承蒙许少大驾光临，今夜苏家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苏老爷子客气，我和清月是旧识，恰好今夜寿辰，此次前来呢，一为贺寿，二为送礼。苏老爷子，您可知地经沈家
帝京沈家，那是大夏第一世祖，如雷贯耳啊。据说就是那云雀国际中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楚明，都对他奉以为尊。沈家固然辉煌，那也仅限于大夏之内。真正能横压一世的是那位国际上号称清君，曾位于真容世人的沈家三公子。云雀国际就是由他一手扶起的。这世上竟还有如此人物？是的，爷爷，那位云雀清君是当之无愧的传奇。苏老爷子，徐某有幸曾与他相识，得他亲旨成为云雀高层。今日云雀入境，我看在清月的面子上，特向苏家要了一份订单，价值100亿。许少能得那位传奇看中，那是前途无量啊！如今又赠100亿订单，这是要给我苏家一场兴盛啊！就是，不像某些人吃我苏家用我苏家的，到头来爷爷大寿还空着手，真是恬不知耻。你笑什么笑？我笑你愚昧不清，笑他大言不惭。这他妈什么意思？你屡屡以得我亲旨为傲，又自称与我相识，得100亿订单。但是自今日之前，我为何从未见过你？若没理解错的话，你的意思你就是那位商业传奇沈家三公子啊？厉害，厉害！苏老爷子，看来我徐某人今天多此一举啊！原来大名鼎鼎的沈家三公子云雀清君就在这儿呀！那我看这100亿订单，苏家也不需要了。混账东西！那云雀清君，沈家三公子一代传奇，也是你这个废物能冒认的？来人，立刻把他！帝京沈家到。帝京沈氏赠苏家玻璃种帝王绿如意1柄，东珠1壶，汤臣1品豪宅1套，迈巴赫 Led Hot 1辆，金条50根，礼金1000万。如此重礼，当真是给我苏家的？帝京沈家贺苏老家主大寿。帝京沈家，我的礼到了。你的礼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准备的寿礼。清月，我跟你说过，今天晚上我会给苏家一夜风光。现在你看见了，苏老爷子，试问这份寿礼可还满意？笑，这寿礼分明就是帝京沈家所送，跟你沈池有什么关系？和我没有关系。没错，若你沈池有送得起这寿礼的能耐，又何必在我苏家整整白吃白喝5年？从始至终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垃圾。那这些礼呢？自然是沾了许少的。纵观全场，只有许少一人跟帝京沈家关系密切，并且得云雀清君沈家三公子的青睐。而你沈池摆明了是要冒领功劳，莫不是以为自己姓沈就能跟沈家攀得上几层关系？子爷啊，言之有理。许少有心了。好一个言之有理，好一个有心了。苏老爷子，你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沈池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快给爷爷道歉！明明是他苏重业不明事实在先。清月，有必要这样吗？你我之间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是吗？沈池，那你呢？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闹什么了？你先是冒认云雀那位传奇沈家三公子，现在又冒领明泽的寿礼，在你心里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？我没有自知之明。早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要在苏家的寿宴上丢人。可你呢？目无尊卑，口无遮拦。我明明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让我失望透顶？我不会再对你抱有任何期待。我们离婚吧。这接下来的布局呢？董事长，那位挽救了君盛的先生查到了，他叫沈池，供职于一家物流公司，是朔州苏家的女婿。但是苏家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，一直视他为耻辱，非常排斥他。朔州苏家，目不识珠。
周明是。取3成君盛集团股份转让协议。何影，取君盛名下地景天成门卡。在备车，随我以朔州商界之首君盛集团的最高规格，登门苏家。是，董事长。离婚。对，离婚5年了，沈池。不论是我还是苏家，都站到了朔州上流，只有你还是这副样子，一无所长，蹉跎无成，目空一切，又自以为是，从来都只会拖累苏家，给苏家难堪。原来这5年，在你苏清月的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对，没有你，我苏家只会更加辉煌。你错了，苏家之所以能有今日，是因为我应约护了苏家5年。放屁！我苏家如日方升，用得着你来护？沈池，苏家怎么样？你最不配说。这5年是苏家养你，给你容身，离开苏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朔州上流不会再有人看得起你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看不清楚的是你，是苏家。朔州君盛集团到。既然苏家排外，有眼无珠，那朔州君盛愿以3成股份与地景天成恭请沈先生一驾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君盛3成股份可是价值数百亿。地景天成，它仍然是我们朔州绝无仅有的顶级豪宅。这……江董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您今夜亲至苏家，就是为了这个上不了台面的？苏老爷子，请您慎言。若连他都上不了台面，那你们苏家就真的是百无一失了。江董，若苏家有得罪你的地方，您可直说，何必借他来打压苏家？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。苏家短见薄识，昏聩无能，再有10年也到不了值得君盛打压的高度。今晚，我只为他而来。江总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苏家现在是云雀国际的首要合作对象，而且已经得到了沈家的赠礼，已经跻身朔州一流，与你君盛不遑多让。而他区区一个赘婿，不进沈家，冒犯云雀，在场所有的名流都有目共睹。而你君盛今夜要保他，你怕是玩火上身吧？是吗？那我君盛求之不得。沈池，说到底，我苏家还是与你有恩。可是今天爷爷大寿，你却联合外人肆意妄为，打压我苏家。枉我姐跟你结婚5年，就是这么回报的。哎，他刚才不是扬言说苏家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得他相助吗？凭他，什么时候我们苏家崛起，要靠一个窝囊废了？这就是你们苏家跃入上流之后的嘴脸吗？沈池，今晚是你有愧于苏家。我有愧于苏家。对，看在过往的份上，你冒犯沈家，冒犯云雀，我都可以就此接过。只要你带着这些外人，还有你的一切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苏家，我苏清月还有苏家，不需要你这种无能、狭隘、自私、阴暗的男人。这位苏小姐，无能、狭隘、自私、阴暗，只会拖累苏家，让苏家难堪。这就是你苏清月眼中的我，这就是我护了整整5年的苏家。够了，沈池，苏家养了你整整5年，你没有任何资格和立场来指责苏家。好，既然你苏清月和你们苏家都笃定你们现在所坐拥的一切皆与我无关，希望我离开，希望我收回，那我满足你们。楚明啊，3分钟之内到朔州苏家，废除订单，收回赠礼，取消我赋予苏家的一切权利。这就是我的立场。我希望你们苏家记住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他日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我当初最后悔的是没有拦住老太太，让你这个吃软饭的进了我们苏家的门，耽误了我们清月整整5年。5年前，你们苏家只身末流，几乎要跌出世家之列，
偌大的家族，只有刚刚毕业的清月可以勉强委以重任。当时的他举步维艰，屡屡受挫，是我一直照顾他，陪着他度过的低谷。你少往脸上贴金！你一个做饭洗衣服的，你还会干什么？我们苏家缺你这一个保姆吗？哼，沈池，为了你那点虚伪的自尊心，你还真是挺卖力啊。不过可惜了，今晚是我苏家把你踢出门，你说的再多，也只是一条丧家之犬。今日我同你们苏家恩断义绝。苏爷子，沈池，你还真是不识好歹呀！即便你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，秦叶也愿既往不咎，保你周全，与你离开。而你呢，不知悔改，变本加厉，难怪秦月会对你失望透顶。失望透顶那是他的问题，沈先生的能力还轮不到你们来质疑。同样，他的周全也用不着你们苏家来操心。我江婉宁还在这里，今晚朔州军胜，愿与沈先生共进退。愿与沈先生共进退。沈池，我知道你今天晚上种种行为，无非想向苏家证明你的尊严，但尊严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。你现在只会站在他的身后，哗众取宠，装腔作势。你这样只会显得你更加可笑，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。你错了，清月。我的能力你无法估量，你所认为的也只是你片面的成见。你从未真正的了解过我，你根本就不清楚你所厌恶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。够了，沈池！作为男人，你不知道秦月想什么，给不了他想要的；作为女婿，你拖累苏家5年，还恩将仇报。像你这样的败类，三番五次大言不惭，辱我云雀。苏老爷子，事已至此，您还不愿意跟他划清干系吗？是啊，爷爷，许少说的对，这小子今天晚上一直在往死里得罪云雀国际，摆明了是暗藏祸心，见不得咱们苏家的好，想要毁了咱们跟云雀的合作，害咱们苏家呀！你这大逆不道的东西！从现在起，我以苏家家族的身份昭告朔州，这沈池已是我苏家的气婿，从今夜起逐出苏家，与我苏家再无干系。云雀首席执行官楚明道。楚董来了。云雀国际的楚董，这等大人物怎会轻易到我苏家？莫非真是他？爷爷不必惊慌。众所周知，我苏家之所以能立足于上流，一是因为家族底蕴厚积薄发，二是因为清月姐能力出众。而他若是真有一个电话能叫来楚董的能力，那就当他变成云雀清军。可若倘他真是那位传奇，不提我苏家底蕴，还有清月姐的能力，单凭我苏家养他护他5年这一点，我苏家便能成一方豪族。然而时至今日，我苏家不过坎坎迈入朔州上，这不合理吗？不合理。不错，云雀清军连云雀国际这种庞然大物都能一手扶起，而你口口声声说护了我苏家5年，那我苏家为何没有一步登天？倘若不是你这废物在这信口雌黄，难道是我苏家过于无能，扶不上墙吗？你苏家这5年，除了自以为是的本领有所长进之外，真是一事无成。说是过于无能，扶不上墙，也不足为过。至于我的身份，等一会儿楚明来了之后，亲自来说吧。让楚董亲自说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云雀清军了呀？哼！别做梦了，沈池。楚董今晚亲旨，当然是为了许少这位得云雀清军经典的云雀高层，跟你沈池有个屁关系？爷爷，今晚许少先是代表云雀国际为我苏家送来合作，又是引得沈家重礼，楚董亲旨，我苏家已是腾飞之象，不日便会平步云端。好，许少才是我苏家千载难逢的贵。苏老爷子，您言重了。苏家本就底蕴深厚，
清月有能力出众，本就应该受到云雀的青睐。我呢，就是顺水推舟。苏总年纪轻轻就能赢得云雀的青睐，这当真是不得了啊！如此说来，这苏家怕是要超出朔州，举国扬名了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敬苏家一杯，还望苏老爷子、苏总日后多多关照啊！来来来，举杯！沈池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苏家靠能力和积累获得的尊严和辉煌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得到认同。江董，一直以来，苏家与金盛比，确实差了点，但日后苏家的未来未尝不能达到云巅之上。今夜的事，苏家记下了。你记下来又能怎么样呢？即便没有了云雀，君盛也还是君盛，君盛也还有沈先生。但你们苏家亲手将沈先生推出门外，若是再没有了云雀，那你们苏家又算是什么东西呢？哼，没有了这个窝囊废，苏家还有许少，还有我清月姐，日后我苏家只会更加兴盛。兴盛不了，你们苏家骨子里就没有兴盛的命。够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口无遮拦的废物压下去，别脏了楚董的眼。住手！苏家好大的威风！苏家好大的威风！楚董到了，快去迎接。江董，那位云雀的首席执行官真的到了，咱们还要继续为他站台吗？如果真的牵扯到咱们，您多年的积累……好了，何影，今晚除了他以外，一切都无关紧要。可你们好了。恭迎楚董！楚董今夜亲至，是我苏家毕生之幸，我苏家必将不负楚董众望，定会大兴。苏家大兴。对，楚董，您知道的，我们家清月能力过人，出类拔萃，是朔州商界的后起之秀。凭借他的一己之力啊，带领着我们苏家走向了更高处。今后啊，还会带着我们苏家成为云雀的最优秀的合作伙伴。能力过人，出类拔萃，你们苏家能有今天，全靠一段良缘。楚董说的是，若非许少，我苏家也不会有今夜的辉煌。许少，楚董，想必您和许少很熟吧？不过这也是哈，这许少呢是高高在上，清军亲自指定的云雀高层。包括清军亲旨，他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清军亲旨？您这是？张来！云雀首席执行官楚明拜见清军，拜见清军。起来吧。清军？怎么可能？他是清军？没想到那位举世皆知的传奇沈家三公子云雀清军，竟然会是他。您是不是认错了？他分明就是我苏家的气虚，怎么能是？苏崇业，清军的身份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你们苏家有眼无珠，短见薄识，若不是清军相护，只会早早于朔州除名，又怎会有今天的风光？就连这场寿宴都是清军为你们苏家造势在先，否则又哪儿来的这满门宾客？就凭你们苏家一人，配吗？老爷子，楚董，我们苏家这么多年，明明是靠着清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，这漫长的名流，不是血。当初你们苏家不过是世家末流，他苏清月既无乐理又无手段，又是凭了什么让你们苏家一蹴而就，成为上流？朔州世家无一不是靠着几代人数十年的资产积累才能步入社会上流，怎么你们苏家就这么自信，就单凭他苏清月一人
就能与众世家数十年庞大积累相提并论？你们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。不过，既然你们苏家笃定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涌入上流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自今夜起，云雀国际与朔州苏家的合作一概终止，订单取消，赠与收回，并取消这5年云雀国际给予苏家的一切暗中帮助。不行，不能这样，否则我苏家就完了呀！师部长，楚总，今天晚上这一切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秋月，你快说2句吧，不然的话，咱们苏家就完了啊！你真的是云雀清君？这重要吗？重要。明明你告诉我你的身份，告诉我你就是云雀清君，苏家就不会给你难看，我就不会。我说过的话，你苏清月信吗？我说过的话，你苏家信吗？我说你有难处，我可以帮你，你信了吗？我说今夜我要给你苏家一夜风光，你信了吗？我说我护了你苏家整整5年，你苏家才有今日，你信了吗？我说他许云泽大言不惭，我说我的身份你无法估量，你信了吗？你信我？不过，既然你们苏家笃定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涌入上流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自今夜起，云雀国际与朔州苏家的合作一概终止，订单取消，赠与收回，并取消这5年云雀国际给予苏家的一切暗中帮助。不行，不能这样，否则我苏家就完了呀！师部长，楚总，今天晚上这一切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秋月，你快说2句吧，不然的话，咱们苏家就完了啊！你真的是云雀清君？这重要吗？重要。明明你告诉我你的身份，告诉我你就是云雀清君，苏家就不会给你难看，我就不会。我说过的话，你苏清月信吗？我说过的话，你苏家信吗？我说你有难处，我可以帮你，你信了吗？我说今夜我要给你苏家一夜风光，你信了吗？我说我护了你苏家整整5年，你苏家才有今日，你信了吗？我说他许云泽大言不惭，我说我的身份你无法估量，你信了吗？你信我？苏清月，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，在你的眼里只有你的那些傲慢、偏见，无论我说再多的话，都不会产生任何改变，哪怕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你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质疑我。这样的你，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的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你想要权势，想要地位，想要苏家位于世家顶层，想要万人敬仰，这就是你们苏家所有的追求。可是你们岂又会知道，这些东西与我沈池面前有多么的枯燥、乏味？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言尽于此，到此为止。别这样，沈池，再怎么说你也是苏家的女婿嘛啊！咱有什么话咱说开不就好了吗？女婿，说开！你之前不是说苏家没了我会变得更加兴盛吗？你不是说没有我，苏清月的成就会更加不可限量吗？现在，我如你所愿。我那都是说的玩笑话啊！
不是真的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沈池，再这么说，咱们在苏家相处了5年。苏老太太去世之后，你苏家对我什么样，你苏崇业自己心里清楚。苏家的恩，我沈池报完了。你记住，今天晚上是你苏崇业要将我沈池赶出你苏家家门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今夜之后，我沈池与朔州苏家恩怨2000，再无瓜葛。苏清月，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，在你的眼里，只有你的那些傲慢、偏见，无论我说再多的话，都不会产生任何改变。哪怕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你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质疑我。这样的你，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的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要你想要权势，想要地位，想要苏家位于世家顶层，想要万人敬仰，这就是你们苏家所有的追求。可是你们岂又会知道，这些东西与我沈池面前有多么的枯燥、乏味？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言尽于此，到此为止。别这样，沈池，再怎么说你也是苏家的女婿嘛啊！咱有什么话咱说开不就好了吗？女婿，说开！你之前不是说苏家没了我会变得更加兴盛吗？你不是说没有我，苏清月的成就会更加不可限量吗？现在，我如你所愿。我那都是说的玩笑话啊！不是真的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沈池，再这么说，咱们在苏家相处了5年。苏老太太去世之后，你苏家对我什么样，你苏崇业自己心里清楚。苏家的恩，我沈池报完了。你记住，今天晚上是你苏崇业要将我沈池赶出你苏家家门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今夜之后，我沈池与朔州苏家恩怨2000，再无瓜葛。楚明，走吧。是。别走，别走啊！别！哎呀！真没想到啊，这位苏家弃婿竟然是举世皆知的传奇，肉眼凡胎不识真龙，这苏家呀，怕是要完了。这家人真不行啊，真不行！这不行，有点事业。苏家的未来未尝不是云巅之上，这句话君上记下了，我等着见到那一天。目不识珠。有云雀清军5年的庇护，却还只是世家上流，还真是无能。苏家亲手把陈大的机缘推到了门外，看看你们今天晚上干的好事儿。谁？闭嘴！都你们害死苏家了，苏老爷子！您不会真认为那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就是云雀清军吧？3分钟前，我刚接到消息，云雀清军和楚董正在赶往帝京的路上，我父亲和帝京众士族正在恭候迎接。你说什么？清军，早些时候东欧传来消息说，凌小姐她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动静闹得很大，将于今晚入境。我觉得她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找您。那她知道我在朔州吗？啊，朔州这边的消息，属下已经完全封锁，并用给您接风洗尘的名义，邀请帝京各大世家举办了一场晚宴，用来混淆视听。但这
毕竟是权宜之计啊。我觉得凌小姐如果迟迟在地京没有找到您的话，肯定会来到朔州。那就先这样吧，等慢一会儿是一会儿。那个丫头呀，她要真是硬闯起来，你们也拦不住她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说，今晚和您并肩而立那位君盛董事长，他不是来自朔州，而是朔州以上的海省，他就是海省当年的江家大小姐江婉宁。海省，江家。云雀清军和楚董正在赶往地京的路上，我父亲可以为证，这点做不了假。那你说今天这个沈池是狐假虎威，虚张声势？不错，他招来那个楚董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辈罢了。至于他沈池，绝不可能是云雀清军。可是今晚朔州名家都齐聚在苏家，这沈池他有那么大的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说他是清军，那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他自身难保啊。那我想问您，见过云雀清军和云雀楚董吗？我怎么能见得着呢？苏老爷子呢？我们苏家就是朔州的上流，怎么会有见到那2位人物的资格呢？这就对了，你们苏家如此，今天在座的所有名流亦是如此。他沈池就是吃了这一点，今天在场的没有人见过云雀清军，所以他才敢肆意妄为。而我呢，得云雀清军亲旨，如果云雀清军真的今天在场，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所以那小子就是在装腔作势。没错，今早在酒店他丢了一些面子，有怨于我和清月，今天便想在这儿哗众取宠，争回一点面子，没想到被苏老爷子扫地出门。离开苏家，他难有容身之地，所以一不做二不休，冒充清军，伙同外人拿走了地京沈家送给苏家的那些赠礼。据我所知，那些赠礼价值不菲，够他挥霍一辈子了。这个窝囊废，他打了我们苏家的主意，那受理价值过亿呀！沈池真的想这么做吗？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会还要对那个吃软饭的窝囊废念及旧情吧？清月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年一直都是他在拖累着你，今天又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让你难堪，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？这个白眼狼，亏了我们养他了5年，反过头来还来害我们苏家啊！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一定要让那小子付出代价。行了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挽回苏家的声名。若有今晚这闹剧发酵下去，苏家只能沦为笑柄。老爷子说的是啊。徐少，先前那200亿的订单，苏老爷子不必担心。虽说我今天带来这100亿订单被毁了，但是你们苏家仍是云雀国际的内部合作方。2天后，云雀国际将和中海4大商会举办招商会，到时候你们随我同去，重新拿下那笔订单。届时，你们苏家将在中海所有名流的见证下重回巅峰。多谢徐少。苏老爷子不必客气，毕竟这些订单呢，也是清月靠自己能力获得。清月，今天沈池那些话呢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个跳梁小丑，所以才会对你妄加指责。你放心，今后只要有我在，你的未来不可限量。4大商会代表明晚将会抵达朔州，暂驻云海上天。清月，你跟我一起去一趟，咱们呢可以提前跟他们搭上关系。徐少贴心，相信我们清月的能力，给我们清月帮助。徐少才是最应该来到苏家的人，来到我们清月身边的人啊！清月，赶快答应一下吧。好，沈池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带着苏家立上银巅，而你只能留在谷底，终究不能站在我身边。清月，君盛还是把股权转让协议和地景天成的门卡送过来了，您看。退回去吧，我不需要。坐下说。啊。根据调查，君盛董事长江婉宁确实是林夫人的女儿，不过
林夫人早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疑似和江家的争权有关。难怪啊，我感觉江小姐在江家的地位恐怕显而易见，所以她才会只身一人来到朔州，并且用5年的时间把君盛送到了朔州商界的顶层。确实，她与苏清月完全不同。这位江小姐能力卓群，她似乎想凭借一个人的能力与江家抗衡。倒是还真有林姨当年的几分风范。不过，再怎么说江家都是老牌豪门，底蕴丰厚。即便君盛在朔州位于顶端，和江家比起来，还是差不少。毕竟君盛成立至今才短短5年而已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再过几天就该举办招商会了吧？是的，云雀国际已经与苏家的合作一概终止，订单也已经取消。这次招商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出优质的合作方，多给君盛几分关照吧。毕竟是林姨的女儿，如果没有林姨，也不会有今日的云雀精锐。明白。另外，海省的4大商会派了朔州的商业巨头陈敬之作为代表，邀请您想去云海盛庭小聚，您看要不要回去？挑虎去云海盛庭，让他进来吧。见过清君，见过楚董。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海省的4大商会的会长将于明晚抵达朔州，他们倾力筹备云雀入京后的首场招商会。在这之前呢，4大商会之主都想先见他一面，这是现在。在下奉命已经提前在云海盛庭定下了顶层的雅间云海阁，希望先生到时候能赏光。可以，谢谢沈先生接受我的邀请，庆之感激不尽。明天您到云海盛庭之后，一定要跟庆之联系，庆之一定鼎力相待。那就有劳了。江董，咱们送去的股权转让协议书，还有地景天成的名卡都被退回来了。退回就退回吧，那些东西对于他而言，本来就算不得什么。那如果他一直不肯接受我们的好意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云雀清君，如果得到他的青睐，我们就可以一步登天。那么咱们和江家的5年之约自然就……那你觉得我们要凭什么才能获得他的青睐和帮助呢？那你觉得我们要凭什么才能获得他的青睐和帮助呢？他是云雀清君，无论是权势还是地位都唾手可得，而纵观君盛上下，还有什么是值得他侧目的呢？君盛的潜力还有您的能力啊！君盛的潜力再高也不会超过云雀，至于我的能力，在他面前也没有多少分量可言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在那位云雀清君的眼里，我所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毫无意义。那咱们就这么什么都不做吗？当然不行，机会就在眼前，哪有弃之不要的道理？或许这一次，我们要换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了。进。好久不见啊，我的未婚妻。好久不见，秦大少爷。这么叫未免有些太过生分了。你我之间的称谓，本应该再亲密些才是。这些话，秦大少爷的情人们要是听到了，怕是会不高兴吧？况且，你我之间的婚约是否会履行，还是个未知数。那些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玩物而已，哪配与你这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，海省江家最为惊艳的明珠相提并论。至于你我之间的婚姻，你该不会以为随便找一个苏家气婿来冒充云雀清君，就可以阻止两家之间的婚姻吧？愿闻其详。昨晚朔州苏家气婿大闹苏家寿宴，并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云雀清君自居。你江大小姐当时是不在场吗？秦大少对我还真是格外关注。是你这一步走得太过可笑。哼，众人皆知，云雀清君从未以真容示人，而清宵宴将至，你想趁这个机会拉起一个沈家气婿，让他冒充云雀清君，从而给我秦家施压。但你却不知，昨晚真正的云雀清君在地京现身，
并同一众帝京士族共进晚宴。什么？他是假的？你离开海省，无非是想脱离家族掌控，想向他们证明，仅凭你一人之力，也有资本同世家名门抗衡。军胜能发展到如此地步，你的能力一定不差。若加以时日，你可能真的会创造出奇迹。不过，5年之期将至，你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场婚事你逃不掉，江家救不了你，军胜救不了你，而那个姓沈的气绪也一样。秦大少爷就这么缺席吗？那是当然。现在秦家比江家更强，江家见我要低头，而你理应一样。乖乖做我秦少陵的未婚妻，对你我，对2家都有好处。秦家能给江家的，我一样能给。江家不是秦家，不需要迫切的向帝京沈家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军胜是我一个人的军胜，而江家也将会是我一个人的江家。但你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江婉宁，这就是你的命。你扶起来的那个气绪叫沈池，对吧？这种跳梁小丑，仅凭我一句话就能将他断生。与其靠这种东西能造势，倒不如早点向我服软。好好想想吧。江董，那个沈池是冒充的云雀清军。秦少陵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说谎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我要再见沈池一面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他加入军胜。作为我江婉宁选中的男人，随我一起返回江家。江董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他只是一个苏家的气绪，他并不是真的云雀清军，所以我才需要他。他有常人没有的胆量和魄力，而军胜也可以作为他支撑的底气。大丈夫，生不能无鼎食，死亦无鼎烹。若他不争不怒，畏首畏尾，那才真的没用。但是冒充云雀清军毕竟不是小事，谁知道他以后会惹出什么祸患？还有什么祸患能比我嫁给秦家，从此沦为秦少陵的一件玩物，眼睁睁看着母亲的基业沦为秦少陵的陪嫁更糟糕的呢？比起那样，与沈池一同直面那滔天祸患，哪怕最终赴死，倒也不失一场快意。今天晚上，海省4大商会的持大权者齐聚我们云海盛庭，因此整个云海盛庭今日是不对外开放的，以免闲杂人能闯入惹是生非嘛。不过各位不用担心你们是许少亲自交代的朋友，可以破例接待当然了，也不用太过拘束，在这里稍等片刻，许少亲自会过来的。谢谢赵经理。还是许少面子大呀，姐，要我说呀，反正你都跟那个吃软饭的一拍两散了，不如呀考虑考虑许少。对，青月啊，这云泽是要什么有什么，他不仅帮了你，还能帮了我们苏家，不像那白眼狼，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最后还害我们。好了嘛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沈池，这白眼狼竟然没有跑！给我站住！有屁快放！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现在都敢大摇大摆的到这儿来！怎么，这云海盛庭还是什么我来不得的地方？少在这儿跟我装傻充愣！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冒充云雀清军和私吞沈家重礼的事情，现在都已经传开了。我劝你识相的话，赶紧把属于我苏家的重礼给我还回来，否则我今天晚上就要了你的命！今晚4大会长要会见一个大人物，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你得把握好度。大人物？对，即便是4大会长见到他都要顶礼相待。4大会长都要顶礼相待？该不会是那……哎呀，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啊！进去吧。我冒充云雀清军，我私吞沈家重礼，不错。况我还以为你沈池有出息了，了不得了，结果你不仅仅是吃里扒外的废物，你还是白眼狼，吃我苏家，用我苏家的，你还敢冒充清军，坏我苏家的名声，
还夺走我苏家的重礼！你这个畜生，你还有良心没有了你？拿开你的脏手！那份礼我之所以收回，是你们苏家不配。至于我的身份，你怎么确信我不是云雀清君？你还装上了？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的德行，你还云雀清君呢？你配吗你？大娘，犯不着跟这种不知死活的下贱东西一般见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沈池，就你那点小伎俩，早在昨晚就已经被许少给识破了。真正的云雀清君远在帝京，而你沈池毫无半点关系。许少，许云泽。对，人家许少可是清君亲指的云雀高层，你是不是清君？大家一看就知道了。什么时候我是不是云雀清君，还得得他许云泽的指认了。再者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得我亲指？你还在这装？沈池，我告诉你，你冒充云雀清君私吞沈家重礼这2件事情，任何一件都够你死几百回了。事到如今，如果你觉得我们上报沈家，上报云雀，你这个冒牌清君，还有那个冒牌主董，还有活路可言吗？来，你这样，我给你提个建议，你现在就上报云雀，上报沈家，你看看他们怎么断我的后路。你别在这儿跟我耀武扬威，我劝你现在好好想想你们苏家的后路。没有了云雀的支持，你们苏家7日之内必定土崩瓦解。到时候，你们这5年来所有的风光，都会如数消散。大娘，你听见他在说什么？他说我苏家不出7日就会土崩瓦解，一夜破灭。放他的屁！我们苏家好好的，凭什么破灭？凭你这张嘴吗？没错，想要你们苏家破灭，我动动嘴就足够了。大言不惭！沈池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今夜海省4大商会会长已经抵达朔州，就在这云海盛庭当中。而明日，他们便会联合云雀国际举办招商会，公布入境之后的首个重量级合作商，而那便是我们苏家。哦，海省4大商会的会长啊！不错，今晚云海盛庭全面封锁，不再对外开放，而许少却可以带着我们以贵宾的身份进入，提前面见4大商会。有了这层先机，我苏家之后的势头便会一往无前，直冲云霄。你倒也不必一直跟我在这儿提4大商会的会长，我当然知道他们今天晚上在这儿，因为今天晚上就是他们邀请我过来，要在顶层为我设宴。至于那个许云泽，如果你们苏家现在最大的倚仗就是他，那我奉劝你们，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以免落差太大，无法接受。这2天之后的招商会可以和任何公司、任何企业、任何世家有关，但唯独与你们苏家无关。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，沈池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海省4大商会宴请你？也配跟许少生提并论？也敢断言说招商会与我苏家无关？你哪来的脸？不配的是你，是他，是许云泽，是你们整个苏家。够了，沈池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有多可笑？5年了，沈池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？什么模样？满嘴空话，眼界浅薄，内心阴暗，懦弱无能。我是，这5年你在苏家过得不好，心里有怨可以，想争回面子也可以，但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呢？你就不能盼着点苏家好？无论如何，苏家养了你整整5年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盼着苏家点好。我照顾你们苏家整整5年，5年，是你们苏家寿宴不准我落座在先，是你们苏家当众要将我逐出家门在先，是你们苏家扬言要废了我在先。现在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的不是？是你先空手来，对爷爷出言不逊，又不肯低头才会这样。否则，爷爷一个长辈
会对一个晚辈动怒吗？空着手来出言不逊，那笔订单是我给的，寿礼是我送的，我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我低头啊？订单和寿礼都是云泽送过来的，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都现在这样了，你还在嘴硬，你为什么不能认清自己呢？认不清的是你。你这么犟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们之间的身份、地位和差距不会因为你犟得多而改变，只会显得你可笑。你明白吗？行啊，姐，他这辈子呀就这点出息。沈池，我奉劝你一句，现在赶紧把沈家的重礼交出来，否则今天晚上我就要了你的命。不错，不交出那份礼，你今天就别想离开这里。想要沈家的礼，你们苏家好大的脸啊！听你这意思，你今天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交出那份礼了，是吧？不错，实不相瞒，那份礼我已经遣送回帝京沈家了。如果你们实在想要的话，不妨去趟帝京，登门讨一讨。好，你有种！沈池，你就那么想要那批寿礼吗？不是你的东西，你为什么非要霸占呢？我说了，这礼是我送的，你不信。许云泽一句话没说，你们全都默认这礼是他送的。苏清月，你还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吗？姐，你听到了吧？你跟他说再多都没有用。这小子呀，我看他早就包藏祸心。那份寿礼要是变现的话，价值过亿。以他这德行，10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，他怎么可能愿意交出来？那根本不是你凭自己能留下的东西。你知道霸占他的后果吗？那就不劳苏总费心了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我今天就满足你。来人！陈先生，您请用茶。不知4位会长可还满意？4位会长尚在等待。我这次来呀，就是为了提醒今夜云海盛庭要招待一个大人，可以说是传奇而论呐。所以说你一定要顶礼相待，不敢出现一点纰漏。万一出现一点纰漏，可不是你这个云海盛庭的总经理能担当得起的。是，陈先生，您请放心，我郭一安愿以性命做担保。这样最好。这算算时间，沈先生也该到了呀。要是在外边碰到你，或许我还拿你没什么办法。但是今晚海省4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，云海盛庭上下全面封锁，任何外来人都不得入内。而你沈池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混进云海盛庭，你这不就是在自寻死路吗？这里的无关人等，难道不是你们吗？我们？沈池，你能不能别再坚持了？难不成云海4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的目的是为了你一个送外卖的设宴吗？哎，还真就是为了一个臭送外卖的设的宴。厉害，厉害！我看你啊，是嫌自己死得太慢。沈池，你非要把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？我闹？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你的错，你认个错，低个头不行吗？你服个软又怎么样呢？整整5年，你碌碌无为，一事无成，你现在在意你那点自尊干嘛？你非要把你的命搭进去，你才满意？让我认错，他不够格；让我低头，他受不起；让我服软，他不配。你们苏家更不配。至于我的命，你今晚大可以好好看看，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取我的命。你个白眼狼还横上了！清月，这是在给你机会，别给他表演。我沈池还用不着他给我机会。好，有骨气，了不得！那老子今天晚上非要看看你向我跪地求饶的样子。给我来人！怎么回事啊？赵经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晚上海省4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，云海盛庭上下全面封锁，无关人等不得入内，是吧？不错，今晚的云海盛庭谢绝一切来客。那这里怎么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站在这里招摇过市？他就是一个被我们苏家扫地出门的窝囊废，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，在这里为非作歹。不知道从哪儿钻进来，还要为非作歹？赵经理，你有所不知，他
在我苏家混吃混喝整整5年，没有丝毫感恩之心不说，还反过来咬我苏家一口。昨天晚上我苏家举办寿宴，他联合外人行打压之势，肆无忌惮，甚至还冒充云雀清军抢走我苏家的重礼。而今天晚上，他又尾随我们来到这云海盛庭之中，无非就是看不惯我们苏家的好，想要胡作非为，故意让我们难堪。赵经理，如此歹毒之人，今晚出现在这里，你觉得他合适吗？郭总特别交代过，今晚我云海盛庭有贵客将至，不容出现一丝纰漏。来人！哼，沈池，如果你现在跪下来向我求饶，交出沈家重礼，说不定我心情一好，还能让你好过一点。好啊，那我倒想看看今天晚上你能让我落得个什么下场。沈池，你非要一意孤行吗？就算到最后难堪的人是你，你也不肯退一步吗？明明我们之前都是家人，没有人会往死刁难你。我说过，让我退，他没这个资格。哼，不知死活。行，你够种，赵经理，你听见了吗？还不赶快动手！我要你断了他2条双腿，让他跪下来跟我说话。是，拿下他。等一下，怎么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今天是受邀才来参会，这份邀请便是证明。这是海省4大商会会长计划于云海盛庭设宴时派人送来的请帖。4大会长特地送来的请帖？哼，沈池，我原本以为你说4大商会会长宴请你是张口就来的胡言乱语，没想到是提前准备好的说辞，甚至还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，做工还不错。看来你为了今晚的事情真是煞费苦心了。不过我怎么不记得，来这云海盛庭需要邀请函呢？赵经理，你们云海盛庭有这个规矩吗？并没有。听见了吗，沈池？你就算是找人来冒充4大商会会长，都比拿这个玩意儿可信度高。这份请柬之上有海省4大商会的印章，是真是假？打开它，一看便知。海省4大商会的印章，哦，好威风呀！赵经理，你还不赶快把请柬打开，好好检查一下，万一这个被我苏家扫地出门的窝囊废，还真是你们云海盛庭今晚招待的贵客，那可真就了不得了呀！不用了，这种混吃混喝的废物，绝对不可能是我云海盛庭的贵宾。别呀，万一里边真有4大商会的印章呢？不过是假货吧？哎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清楚，你一个大堂经理把这份请帖撕了之后，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。就是呀，赵经理，你听见了吗？他呀还在劝你呢。不用，我要是听了他的话，那才真是个笑话呢。我赵宇这么多年也算得上是半只脚踏入朔州上流社会的人物，算得上有头有脸。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？你这种跳梁小丑也配威胁我？威胁还真谈不上，只是好心提醒。但是既然你已经把它撕了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没话说了是吧？行，给我上，打断他的双腿！哎，哎，沈先生，我是陈庆之，请问您现在到云海盛庭酒店了吗？到了，现在就在酒店的1楼大厅呢。不过出了点意外，你们云海盛庭的大堂经理好像对我有点意见。放肆！这是谁给他们的胆子？沈先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用5分钟时间马上过去。3分钟，3分钟之内，如果你不下来，那今天晚上的宴会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。是。怎么？看你这模样，是4大商会会长给你打电话了？你听到沈先生说什么了吗？听到了。这就是你云海盛庭办事的能力吗？我还不快跟我下去恭迎沈先生？行，现在就去。这通电话是陈庆之打来的。陈庆之，
你说的是那位朔州商界当之无愧的魁首陈庆之陈总？不错。放肆！陈总乃是我朔州商业第一人，也是你这种臭鱼烂虾能染指的。我看今天晚上你是嫌命长了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左右不过3分钟，你们大可以等一等。有两下子，难怪敢这么猖狂呢。不过这儿可是云海盛庭，朔州最顶级的7星级酒店，还轮不着你来撒野。把保安部所有人给我喊过来！哼，不自量力！沈池，你真是无药可救。动手，把他给我拿下！赵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陈总、郭总，您二位怎么来了呀？我若不来，又怎么能看到你赵宇干的这出好事？好事儿。郭总，今晚是我办事不力，让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混进了云海盛庭。但是您放心，我马上就把他给赶出去。瞎眼的东西！陈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您？郭总、陈总，他滚！朔州陈庆之，云海盛庭郭义安，拜沈先生。这怎么回事？那明明是陈总，怎么可能？起来吧。沈先生，庆之来迟，还请您责罚。云海盛庭总经理郭义安，请沈先生责罚。云海盛庭的总经理，你这随便一个大堂经理，就敢视中海4大商会的请柬于无物，随意撕毁，还要命人倾巢而出，将我抓住，断我双腿。你这云海盛庭的总经理，我又怎么敢责罚呀？你这混账东西！郭总，我是……你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？郭总，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够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从今天起，逐出云海盛庭，并于海省宣布，此人永不录用。郭总，您不能这么对我，郭总，郭总。沈先生，今夜我云海盛庭招待不周，我郭义安难辞其咎，向您赔罪。这张是我们的黑卡，希望您收下。今后您就是我云海盛庭最为尊贵的客人。看来今晚你没有那个本事要我的命啊！什么？你想要沈先生的命？我说过，要我退还不够格。现在你看见了，我送我上去吧。沈先生，这些人不熟，明白？郭义安，把这所有的闲杂人员给我清理干净。是。沈先生，这边请。来人！明日的招商会就有劳4位会长多多关照了。无非是关照一个朔州世家而已。你是许世远的儿子，我们会给他一个面子。你许家名下的庄园有幸能得沈家看上，成为清宵宴的主场，于你许家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滔天机会。要是把握得住，未尝不能一步登天。不错，许世远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如今倒也是有所收获呀。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，你可以走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应该是那位先生到了吧？是的，庆之刚才发来信息说已经接到那位先生了，应该是到了。那还不快快请进来？请进。据说今晚这位大人物，就连这4个老家伙都要顶礼相待。我既然有幸能见他一面，云雀青君尚在帝京，这世上还有谁能让这4位如此重视？我能不能趁这个机会与之结识呢？来人，
你们要干什么？把他们几个给我请出去！说走，我们可是许云泽、许少请来的客人，你确定要将我们赶出去吗？许云泽，不错，他就是许家大少爷，并且还是朔州云雀的副总裁。你云海盛庭就算在朔州地位再不凡，也得给他面子。许家大少，朔州云雀副总，哼，跟我云海盛庭今晚的贵宾比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还配让我给面子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们几个要么自己走，要么我让人请你们出去。而且，你们几个从今天起，云海盛庭再不接待。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苏家不日将会获得云雀国际的合作资格，并且还有许少的提携。你当真要为了那个被我苏家赶出门的废物、垃圾，跟我苏家撕破脸吗？管好你的嘴！哪位先生能得陈总敬畏，就在你们之上。好一个云海盛庭！今晚这笔账我记住了。我们走。有眼无珠，自以为是。这边请。陈先生，我们到了，这是四大会长为您订的包厢，您稍等。好，请进。您好，这是咱们先前预定的红酒，已经醒好了。原来是酒。好，先放那里吧。祝您用餐愉快。看来这一次是见不到那位大人物了。看你迟迟不肯离开，莫不是在期待即将到来的那位？那位能得到几位会长如此敬重，晚辈难免心生憧憬，有些好奇。不过你没有直面那位的资格。周会长说的是。不过明天的招商会上，那位也会出面。到时候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为你引荐。那明日招商会就有劳各位会长了。行了，下去。倘若招标会上借用这4个老不死的关系搭上那位大人物，我许家必然会多一条强大的人脉。父亲再搭上帝京沈家，得以沈家重用，我许家一步登天就是指日可待了。喂，许少，你出来了吗？我们刚刚被云海盛庭的人给轰出来了。怎么可能啊？沈先生，请坐。海省四大商会见过清君。倒也不必这么正式，叫我沈先生吧。那还行，沈先生入座。请。都坐吧。沈先生，这次见面呢，主要是想招商会上有一些事宜呢，我们提前把它确定一下。你说。这个不知道沈先生最近有没有看好合作的一些企业？我觉得朔州君盛不错，你们觉得呢？朔州君盛，确实如此。那位朔州江董也算是能力卓然。不错，他年纪轻轻，白手起家，只用了5年就能达到如此的高度，确实不错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将君盛定为明日招商会的首要合作方了。那200亿的订单，您看？也一并交由君盛吧。那朔州苏家，苏家不配。明白了。如此看来，这许家小辈想让我们明日多多关照苏家的期望，怕是要落空了。落空就落空，区许家还有什么面子？许家。沈先生有所不知，在您来之前呢，朔州许家小辈特意来找过我们几个，让我们明天在招商会上多给苏家几分关照。沈先生，这是明天招商会的请柬，请您收下。请柬？没错，这是岐黄帖，象征着整个招商会上绝无仅有的地位。落座于宴会厅的高位梧桐首座，专为您而设，您睥睨全场，独享其荣。那
我就收下了。这本就是属于您的。招商会结束之后，你们4位有何打算？我们将全力操办清宵宴的各项事宜。届时呢，帝京各大氏族也将到达朔州，共同来筹办这场空前的盛宴。可以，但是尽量不要向帝京透露我在朔州的消息。明白了。云泽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好端端的被赶出来了？是沈池，沈池，他就是云海圣庭要以顶礼相待的那位贵客。秦月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他没开玩笑，今晚导致我们被云海圣庭轰出来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沈池。我们本来在大厅等你，没想到那个废物也跟了上来，然后我们就起了点摩擦。他抢了沈家的赠礼，他没有跑。跑？他现在可嚣张得很呐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让陈庆之都对他客客气气的，反倒是我们让云海圣庭给轰了出来。陈庆之？哎，云泽，那沈池他不会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吧？伯母，您多虑了。陈庆之虽然是我们朔州当之无愧的商业第一，但是他和金顺的江婉宁有染。他陈庆之对沈池客气，是因为沈池借了江婉宁的势。真是个白眼狼！姐，亏你这几年还时不时想要护着他，我看呀，他早就背着你跟那个江婉宁乱搞在一起了。沈池跟江婉宁？是啊，他要是没跟江婉宁乱搞在一起，江婉宁凭什么允许沈池做他的事？子怡说的没错，清月，这5年你受苦了。今晚4大商会将要宴请的那位大人物，我已经见过了。徐少已经见过了？没错，明天的招商会那位也会出席。我和4大商会已经打点好关系了，明日商会开启，苏家将得到4大商会的照顾，同时也会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物。哎呦，那可多多劳烦徐少了。伯母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我只是想帮清月减缓一些压力，毕竟这些年一直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拖累，应该感到疲惫了吧？谢谢。清月，我们之间不用这么生疏啊。还是云泽懂我们家清月，不像那个没良心的窝囊废，帮不上忙不说，哈，还给我们添堵，拖我们的后腿儿。哎呦，要是我们清月早就认识你啊，带着我们苏家会走向更高处呢啊！现在也不晚哦，不是吗？嗯，沈池，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像云泽一样能帮上我什么，可你就连别影响我工作都做不到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事无成的样子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为什么还是要强装呢？哼，先前那个沈池还说我们苏家进不了招商宴，现在我倒要看看，等我们苏家成为了云雀第1合作商之后，那个沈池还会是什么表情？他呀，就是一个跳梁小丑，这辈子也就只有那么点能耐了。是啊，他就这点出息。沈池，你和我终究不是一路人，和你离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早些时候，君盛的那位江小姐发来邀约，说明天想和您见上。江婉宁吗？对，她的态度很强硬，似乎是有要事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见上一面吧。好。好久不见，沈先生。倒也不必这么说，距离咱们上次见面也没过多久。坐。不知江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今晚朔州有一场招商会，沈先生知道吗？你是说海省4大商会和云雀国际联合举办的那场招商会？对，云雀国际想要通过这场招商会选出他们在大夏境内的首要合作方。也正因如此，各方商界上层几乎说是闻闻而至。现在的朔州境内可以说是灌溉云集，了不得呀！今晚我想邀请沈先生一起代表君盛参加这场宴会。为什么是我？您与君盛有恩，君盛也相信您的能力。
这个是由4大商会发放的贺名帖，凭此帖呢，可以在商会上位列次席。相较于寻常的邀请函，贺名帖要更为珍贵，同样在会场上能获得青睐的几率更高一些。贺名帖吗？招商会上的请柬各有差异，同时呢，也是能够更好的划分出参会宾客的层次。贺名帖是君盛能够争取到的最高规格的请柬了。明白了。但是江小姐这么过来，应该不只是参加个会这么简单吧？不愧是沈先生。这个是君盛50%以上的股份转让协议，只要您签字，您就可以成为君盛最大的股东。你想让我入驻君盛？这可是你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一手打造出来的企业，市场估值近1000亿，你就这么拱手把它送给了一个没怎么见过几次面的外人？一半。或许沈先生可以做出另外一种选择。你说，和我结婚。我需要一个理由。我想请沈先生帮我摆脱一份婚约啊，在此期间呢，我会尽可能的保证沈先生的利益，所产生的风险和损失都交由我焦婉宁和君盛承担。婚约？我出生在海省江家，与海省秦家的秦少林有着一份婚约，但他的目的性太强，我很不喜欢。海省秦家，秦少林。昨天他来找过我，因为听说了苏家寿宴上的事儿。原来如此，他以为你我之间有什么关系，所以特意过来警告你。不，他是在害怕。他是在害怕我挣脱他，挣脱江家的限制变得不可控，害怕事态急转直下，发生意外不可挽回。否则以他秦大少爷的性格，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一趟朔州，就是为了给我警告和威胁。说到底，他只是在用这些来掩盖他内心深处的不安罢了。可是他为什么执着于你？以他秦大少爷的身份，最不缺的应该就是联姻对象。秦家近来呢，和帝京沈家走得很近，迫切的想要向沈家证明自己，好获得沈家的认可和青睐。但想要获得沈家的侧目，仅凭他自己是完全不够的。所以秦少林盯上了我，盯上了江家。于他而言，这份婚约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。那你怎么就能确信把我卷入这场矛盾里就可以解决问题呢？苏家寿宴那晚，云雀清君现身帝京的消息，你听说了吗？看来我冒充云雀清君的事情要被拆穿了呀。但君盛可以作为你的倚仗。你就不怕我是个疯子？现在的我，现在的君盛正需要一个疯子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惹出一个天大的麻烦，足以让你和君盛覆灭，到那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？我会和你一起直面困局，一并赴死。值得吗？你可是海省江家的大小姐，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，堂堂君盛的董事长，而我不过是一个疯子而已。值得。如果是你，那我焦婉宁甘之如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多谢沈先生，婉宁感激不尽。各取所需而已。结婚的相关手续呢，我会安排周明去准备，到时候沈先生只需要出面一次就好，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今晚招商会见。招商会见。那容我先失陪了。到底是林姨的女儿，行事风格和当初的林姨一模一样。也好，当年的恩终归要还。贺名帖，有趣。沈先生，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该出发了。楚明呢？林小姐好像捅了一个不小的篓子，她就先行回了帝京。由于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。在这期间，4大会长安排我作为您的随行助理。好，走吧。沈先生，我送您进去。不用了，我等个人，你先进去吧。是。沈池，沈
沈池，你还真敢来？你当真不怕死吗？我来这儿有什么问题吗？今晚是中海4大商会和我云雀国际在这儿举办招商宴，而你先前对我云雀国际屡次不敬，更是冒充清军抢走沈家赠礼，你难道都忘了吗？沈家的赠礼是他苏家不配，我理应收回。至于云雀国际，我不记得我曾冒犯过，而且就算我冒犯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沈池，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不成？至少你们不行。你好了，我们没必要跟这个垃圾在这儿浪费时间。他既然做了这些事情，就会得到相应的后果，只是时间没到。今晚你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跟云雀国际的合作，拿到那价值200亿的合同。哼哼，徐少说的是。哼，今天老子先放你一马，我们还要去参加招商会，成为云雀的合作方，拿下那笔价值200亿的订单，而你只配在外边看着。你怎么确信我只配站在外面看着？怎么？听你的意思是你也要参会？不错。就凭你沈池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也配跟我们一起参会？今晚这场招商会能不能参加，看的是个人能力，还有名下资产是否能得到4大商会以及云雀国际的认同。而你沈池不过是被我苏家扫地出门的垃圾而已，没有军胜的倚仗，单凭你自己，你连入场刷盘子的资格都没有。没有入场资格的是你们才对。我们？我说过，不出7日，苏家必定土崩瓦解。你们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况且凭你们现在的资本，远不足以支撑你们参加今天的招商会。我好害怕呀，沈池。要不我再求求你，赶紧让我苏家土崩瓦解，行不行？也别7天了，就今天，怎么样？你确定？确定。别给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赶紧入场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好，对了，给你看样东西，看看，这就是许少为我们苏家准备的邀请函，我们苏家随时都能进场，而你一辈子都没有踏足这里的机会。我们走。哼，真是。沈池，这种场合你不该来，你来了，就是自取其辱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虽然过程残酷些，但总归能让你认清现实，认清自己。你错了，苏静云，不该来的是苏家，没有认清自己的也是苏家。有的时候，即便有了邀请函，也未必就有用。你还在强词夺理，逞口舌之快。你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。苏家能进场参会就是能进场参会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事情的结果从来不会因为你说的那些空话而改变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自知之明？我一句话能改变的，你根本就想象不到。至于自知之明，秦月，过来吧。你跟他说再多都没有用，毕竟他和我们不是一个 level。你好自为之。检查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先进去了。怎么样？抱歉，你们几位要先止步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所出具的邀请函无效。你说什么？无效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？是啊，我们的邀请函怎么会无效了呢？怎么可能？这是我昨天晚上在4大商会会长手里拿到，怎么可能无效？我们也是不久前才接到的消息，朔州苏家的邀请一律作废，朔州苏家今晚没有入场的资格。放屁！我苏家凭什么没有入场资格？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，没有凭什么一说。你若是执意想在这里闹事的话，我们也不介意采取一些强制手段。你，好了，这儿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苏家的资格为什么会被取消？抱歉，我们只负责执行，不问及原因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了，今晚不该来的是你们苏家。你在这装什么呢？我苏家进不去，你就能进去了。别忘了，你可是连一张邀请函都没有。谁说我没有邀请函了？什么？
啊，这场招商会难道还邀请了你不成？你说的没错，这招商会还真就邀请了我。什么？贺明帖？贺明帖？那是什么？贺明帖是本次招商会最高级别的信件，象征着中海4大商会最高度的认可。只有资产超过500亿规模才有资格拥有。那这么有级别的请帖，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里？沈池，我不管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这张贺明帖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张请柬是我光明正大拿来的，至于它从何而来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少他妈给我放屁！这张贺明帖根本不是你这种废物有资格拿到的，你擅自持有，以下犯上，卑尊不分，天大的僭越！别拿你狭隘的眼睛来看我。这张请柬我拿了就拿了，他还没有资格来衡量我。他没有资格衡量你？什么有资格衡量你啊？你真以为你能跟4大商行比肩吗？不，中海4大商会当以我为尊。大言不惭！我看你今天是真的找死！依我看呀，他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偷了这么一张贺明帖，又不清楚贺明帖的分量，所以才迟迟不敢出示入场。没错，这张贺明帖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资格得到。哼，听见了吗？你们不是要维持场上的秩序吗？这小子先是偷了贺明帖，又在这里出言不讳，肆无忌惮，你们还不赶快把他拿下！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江婉宁的人。抱歉，是我来晚了。没事儿，还不算晚。江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他的贺明帖是我给的。你给的？就算是如日中天的君上，也只有这么一张贺明帖，你竟然给他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江婉宁，这贺明帖的意义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就算你是君盛的董事长，你也不能把这贺明帖随便转交一个无相干的人，更何况是这么一个货色。你这不是对中海4大商行的不敬，你这是赤裸裸的挑战和蔑视。我劝你考虑清楚后果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来他是与我江婉宁毫不相干的人了？沈池，如今是我家先生，就算是整个君盛，我都可以交到他的手中。一张贺明帖又算得了什么？没错，我和沈先生已经登记结婚了。开什么玩笑？说到底，他沈池不过是被我苏家踢出门的一个废物，你跟他结婚，你疯了吧？江婉宁，我知道你想找一个玩物消遣苏家，打压苏家，但是你也用不着自降身段到这种地步吧？如果你只能看到是我在自降身段，那我和你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最近是多了很多爱好，但不包括与蠢货交流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沈先生的能力，君盛和我都有目共睹。倘若君盛的眼界和你们一样，只当沈先生一无所成，那君盛可做不到如今的高位。江总，你的品味果然跟常人不同。我徐某人自佩不如。知道自愧不如，还不赶紧让开？我们还要进场参会呢。好，走吗？走吧。对。苏小姐是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江董，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，让你对他产生了错误的青睐，但我很了解他，他就是一个毫无担当、毫无责任又软弱无能的失败者。你是朔州商界的天之骄女，为什么会选择他？苏小姐的话还真是令在下大开眼界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沈池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这就是你在苏家5年最真实的样子，碌碌无为，一事无成。苏清月，我保护你，照顾你，陪伴你整整5年，可从始至终，你有尊重过我吗？我跟你说过，尊重是靠自己能力得来的。你现在在这儿逞口舌之快有什么意义？苏家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这样认为，
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好一个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这位苏小姐，我知道你与我先生有过一段感情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已经一拍两散，毫无关联了。论能力，我自认高你一等；论地位，君胜也稳压你苏家一头。而沈池如今是得我和君胜一并认同的人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他的不是？我只是什么？你不觉得你这样子追在后面，极力否认他的样子真的很可笑吗？先前是我与沈池关系不深，不想对你们苏家太过于追究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沈池是我的丈夫。今日之事若再有下次，君胜不会放过你们苏家。希望苏小姐好自为之。走吧。什么东西？真以为他君胜能在朔州一手遮天了不成？还威胁上我苏家。那个白眼狼，我看呐，早就和那个江万宁勾搭在一起了。况我们家清月还关照他了整整5年，现在的好骑到我们头上，耀武扬威了啊！清月，刚才江婉宁那些话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我不会往心里去的，他什么样子，我太清楚了。就算江婉玲今晚亲自为他撑腰，也改变不了他无能的事实。沈池，到头来，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。等江婉宁把他玩腻了，还不知道他下场有多惨呢。等不到那个时候了，强占沈家赠礼已经是死罪，如今秦霄燕将至，便是他的死期。他就是自找的，这个白眼狼，他就不该活着，浪费空气。不过我们的邀请函被作废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也跟他沈池有关？他凭什么回我们苏家的邀请？说不定真有关系。这个废物3番5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出言不逊，冒犯云雀，不敬沈家。消息已经传到了帝京，惹来怒火，所以你们苏家才会受到牵连，取消资格。什么？这白眼狼，他是要毁我们苏家呀！啊！如果我们不能进场，招商会结束，云雀的首要合作对象还会是苏家吗？那200亿的订单又该怎么办？云泽，苏家可是清月的心血呀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清月这5年的努力都功亏一篑呀！哎呀，你放心，我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安排一下。你们进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。那我们跟云雀的合作还有订单呢？如果那沈池真的招怒了帝京沈家，订单跟合同应该就没办法了。拿不到了。什么？那合同和订单，它本来就是我们苏家的，怎么能眼睁睁的拱手让人呢？哎呀，沈池招惹的麻烦实在太大了，连我也未能插手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您放心，订单没有了，我们还有新的机会。新的机会？你记不记我跟你说过，今天晚上将会有一位空前绝后的大人物在这场招商宴上一并现身。是那个连中海4大会长都要顶礼相待的大人物。4大商会会长答应我了，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物。如果得到大人物的青睐，你们苏家一飞冲天未尝不可。毕竟是连4大商会会长都要敬佩的大人物，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，失去云雀的合作还有订单，倒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是啊，哎，徐少，之前听你说过，你见过这个大人物，这个大人物他到底长什么模样啊？啊？等会儿进入会场，大人物现身，您自然就见到了，我就不妄加描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徐少，清月能认识你，这是我们苏家之幸啊！伯母，您太客气了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先安排你们入场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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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这场招商会对你而言很重要吗？是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在前几天，君胜已经得到了一笔来自云雀的注资了吧？ 50亿
一举扭转了集团当时岌岌可危的局势。但除去云雀这个名头，剩下的也仅仅只是那50亿而已。我所需要的远不止这些。原因呢？我和江家有一个赌约，5年内，如果我能让君盛成长到足以与江家分庭抗礼的程度，那么我就可以直接接管江家，无视与秦家的联姻。现如今，5年之期将至，这场招商会是我最后的希望。今晚如果君盛能够得到云雀的青睐，达成合作，拿下订单，那么我便有自信将君盛的估值再抬高1倍。到那时，那一赌约便有了达成的可能。以目前君盛的潜力和能力，想要得到云雀国际的认可和青睐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。的确，君盛本就出类拔萃，风头正盛，不然也不会招致阻击。不过今晚，这里不只有君盛。看那边，那是中海秦家大少秦少林，中海孟家家主孟平远，中海项家家主项永庭。在中海，孟项两家既是能和江家并驾齐驱的顶级豪门，也是秦家最为忠实的拥趸。在中海4大世家里，也只剩江家和秦家的往来还没有那么密切，所以才有了联姻。没错，只要秦家能引领中海顶级豪门，那么想要获得帝京沈家的青睐，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。所以今晚，他们会尽全力和君盛相争。秦少林和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扼杀今晚君盛能够得到云雀青睐的所有可能。如果我说，今天晚上无论他们怎么做，这笔订单和合同都会是君盛的，你相信吗？你的话，我不会质疑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直面中海最顶层的权贵了。沈先生害怕吗？如果我回答你，他们从来没有资格入我的眼，你会怎么想？这样正合适。走吧。江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孟家主、向家主，好久不见。婉宁来了，坐。这里，你先坐。好。慢着。秦大少是有事儿吗？他不能坐在这儿。他为什么不能坐？秦大少是对我的丈夫，有什么意见吗？丈夫？你们结婚了？是。正式介绍一下，他就是我江婉宁的丈夫沈池。你们好，我叫沈池。我说了，这个位子他不能坐，也不配坐。秦少说的对，江小姐啊，您还是让他换个位置吧。换个位置，向家主，今天这招商会场上有供这种货色落座的位置吗？哦，难道这招商会场之上写明了哪条规矩，我沈池不能落座吗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小子，闭上你的嘴，你没有资格和我们对话。非要这么说的话，是你们俩没资格跟我对话才是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这儿口出狂言！年轻人，我奉劝你，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，别不知好歹。以你的身份，连入这个会场的资格都没有。他怎么没有？两位家主说话有些太咄咄逼人了吧？他是光明正大走进这会场的，你们有的请柬，他一样也有。你们能坐的位置，他也一样能坐。今夜厅内的座位可是分3、6、9等的。江小姐，难道你是不清楚吗？这里是头牌次席，只有如我等一般收到了贺明帖的人，才有资格在此随我们并坐。沈池就是带着贺明帖来的。他一个小小的苏家气婿，哪儿来的身价配得上这贺明帖？他的贺明帖是怎么来的？在场各位都心知肚明吧？沈池是我的丈夫，所以君盛现在也算是他名下的资产。他配吗？婉宁，你真以为你能争取到贺明帖，靠的是你名下的苏州君盛吗？你能争取到贺明帖，那是因为你是中海江家的3小姐。
你和他结婚，带着他出现在我面前，无非是想打乱我的计划，向我示威，告诉我你随时可以逃脱我的掌控。但其实这样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像这种货色根本入不了我秦少陵的眼，更不配做我秦少陵的对手。我一句话就能弄死他，而你又何必将挣脱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呢？今天若是想以君胜为依着在此落座，绝无可能。能撑起贺明铁分量的，不只要求评估资产超过500亿，还要有与之相对等的地位，而他一无所有。适合他的地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宴会厅之外。所以立马从这儿滚出去。秦少说的没错，一无所有之人不配入场。现在滚出去！唯有身居高位，方能立足于此。小子，滚出去！别站在这儿脏了我等世家名流的眼。卑贱之徒，不配入场，滚出去！说的对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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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排斥他的人不止我一个，所以啊，归根究底，你连踏入这个宴厅的资格都没有。秦少陵，你过分了！过分？我只是叫他认清自己，顺便把垃圾扫走。秦少陵，是吧？秦少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。无妨，你说。你想压我一筹，逼我出去，可以。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我真的从这儿走出去，这份代价，你秦少陵担得起吗？大言不惭！我秦少陵今天站在这里，代表的就是中海秦家，中海的世家之首。在这宴厅之内，我也算屈指可数的头号人物。你今天却告诉我，把你赶出去，这份代价我承担不起。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的意思是今夜之宴，纵览全场，无人能与你比肩，你就是这宴厅内最大的道理。你没理解错，今天晚上就算你们合力相为，也不及我一人之悲。你好大的口气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。孟家主，沈池是我江婉宁的男人，你威胁他，就是在威胁我，威胁君胜，威胁日后的中海江家。你莫不是真要护他？是又如何？江小姐，你这么做就不怕给你、给君胜、给日后的江家招来祸患吗？那我江婉宁便一力担之。你行了，今晚汇聚于此的是大夏各州最顶尖的名流世家，即便是末尾边缘的，放眼整个朔州，也是高高在上，权势滔天。而你连一个入场资格都要靠别人施舍的无名之辈，又是哪来的倚仗，敢在这儿公然撒野的？我自己便是最大的倚仗。曼宁，这就是你的选择，一个只会哗众取宠，到头来毫无价值的废物，连和我并坐的资格都没有。你好像误会了。哦，是你没有资格和我并坐。好，那就拿出来你引以为傲的资本，给我们看看，看看你是富可敌国，还是权势滔天。可以，我满足你。我有资产万亿，可否于这会场之上位列上座？这不可能！金阙云文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反应都变得那么激烈？这张卡是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你竟然不知道，精确云文象征着云雀国际最高额度、最高权限、最高级别的尊享黑卡，全世界只印发了1张，可以随时调动1万资源。多少钱？1万资源。这张卡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这张卡为什么不能在我手上？据我所知，这张卡全世界只有1张，而唯一有资格拥有的人就是云雀清君。我就是云雀清君。
你要是围绕这张卡编一套说辞，我还可能信上几分。但你却直言自己就是云雀清军，是真当在场各位都是傻子吗？不妨告诉你，在这之前，你冒充云雀清军的事儿，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。现在又准备了一张假卡，还想故技重施，我看你真是不想要命了。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住手！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沈先生下手，还不给我退下！抱歉了，沈先生，都是我一时疏忽。喂，陈庆之，你什么意思？秦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他苏家弃婿，身份卑贱，本没有资格入场，却出现在了宴厅之中，而后又肆意妄为，口出狂言，甚至当众冒出云雀清军。你陈庆之不会要保他吧？秦少，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奉劝你不要在这里大张旗鼓的找事儿。你当真要保他？这可是在朔州的招商会，不是在中海，更不是在秦家。秦少，我希望你注意点场合。好，那我就要看看你究竟能保他多久。沈先生，江小姐，招商会马上开始了，还请二位先入座。看来现在秦大少爷认同我的丈夫有在这里落座的资格了，那我们可要和你一起并坐了。沈晨，快坐。等一下，我说过，他没有资格和我并坐，而且今天晚上咱们的位置也不在这里。不在这里？那才是我们的位置。我们的位置？没错，那里才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落座的位置。大言不惭，那可是梧桐首座，岂是你这样的卑贱之徒所能染指的？梧桐首座是这宴厅中的最高处，你以为你是谁，也配在那里落座？这梧桐首座本就是为我而设，你可真是大包天！梧桐首座是海省4大商会会长，为持有七皇帖的大人物，特设的最高位，可媲美全场，独享尊荣。而七皇帖更是本次招商会最为尊贵的请柬，是由4位会长亲手颁布的。至于你，绝对不可能有七皇帖的资格。你就这么确信吗？不错，即便是我，也只是知晓七皇帖的存在，并未见其容，恐怕连七皇帖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那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，你口中的七皇帖就在我这里。七皇帖？这怎么可能？现在，试问在场的诸位，我沈池是否有资格位列这梧桐首座？不可能，他不过是朔州苏家一个弃婿，怎么可能有七皇帖？4位会长眼高于顶，又怎会把这绝无仅有的七皇帖交给这样一个尊卑不分的东西？他手中的七皇帖，怕不是造了假？不错，这小子连金雀云纹黑卡都敢伪造，那准备一张假的七皇帖就更不稀奇了。今夜我等绝不能让他坐上梧桐首座，否则就是对我等施家名流赤裸裸的羞辱。对，羞辱！叫他入座，绝无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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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了！绝无可能！沈先生手中持的那才是真正的七皇帖，没有造假的可能。真的七皇帖？我秦少林不信，除非你陈庆之能拿出铁证，证明他手里的七皇帖是真的，否则难以服众吧？没错，我向永廷也不信，我孟平远同样不信。证明这张请柬只因为他能是七皇帖，就是因为他马上交到了沈先生的手中。
齐黄铁是以沈先生而荣，即使没有这齐黄铁，这高位之上，梧桐首座也依旧非沈先生莫属。我需声明，齐黄铁以他为荣，笑话！他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你敢对沈先生不敬？我秦少陵出身中海世家，乃当今中海世家之首。纵观整个中海，谁不知道我秦少陵的地位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我尊敬？陈庆之，我看你就是在包庇，想为祸会场吧？现在为祸会场的是你，是我。你公然为他站台，承认他手上的七黄铁是真的，不仅想送他上梧桐首座，还妄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接受。试问在场的各位，有谁能允许这样的祸字横在我们头上的？我中海项家不接受，中海孟家不接受，朔州李家不接受，朔州孙家不接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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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接受。你们这是以下犯上！以下犯上的是你陈庆之。若不是看在四大会长的面子上，若不是因为这里是朔州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带着跳梁小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秦少说的没错，陈庆之，你莫不是真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吧？等到四大商会会长秦志，你们几个谁都逃不掉。谁说我要逃了？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你们畏之如虎的中海四大商会会长于我沈池面前，只当俯首称臣。好一个俯首称臣！小子，记着你今晚说的每一句话，我等着看你万劫不复，拭目以待，自不量力。今晚的你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担心篓子捅得太大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你害怕了？不是，我说过，如果真有什么挡不下来的滔天祸患，我会和你一起坦然面对，一并赴死。今晚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焦婉宁都会在你身边。那你就不必担心了。今天晚上，他们谁都动不了咱们。招商会快开始了，留给你的时间就快到头了。中海四大商会会长到。四位会长到了，这小子的命也该结束了。江婉宁，这一次你做的选择真是愚蠢至极。中海秦少陵恭迎四位会长。恭迎四位会长。有什么事吗？周会长，今晚这招标会上混进来一只不知死活的苍蝇。苍蝇？不错，他就站在那儿。这场招商会本该是我世家名流共争荣光的盛会，可他苏家气绪却凭卑贱之身立于场上，肆意妄为。苏家气绪卑贱之身，肆意妄为。没错，他生来下劣，没有与我等世家名流并立场上的资格，所以今天到来就已经是尊卑不分，以下犯上。哼，好一个尊卑不分，以下犯上！不仅如此，他还伪造金雀云纹黑卡，妄图于此冒充云雀清军。冒充云雀清军？对，被我等揭穿之后，他又拿出了伪造的七黄帖，还扬言要登高位之上做梧桐首座。而陈庆之非但不加以阻拦，反而助纣为虐，公然为他站台，使他蔑视权卑，还扬言全场合围不及他一人之威，此乃罪无可恕，理应当诛。没错，此子罪无可恕，理应当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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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做得不错。周会长言过了，这些都是应该做的。周会长，我们滚开！滚开！沈先生，沈先生，
沈先生，今夜招商会还请沈先生登入高位，入梧桐首座。请沈先生登上高位，入梧桐首座。登上高位，入梧桐首座。周会长、郑会长、冯会长、邱会长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一切如你所见。我等只是在邀沈先生入座。沈先生，他做什么事？够了！我们中海4大商会行事，需要向你解释吗？沈先生的身份，你有资格质疑吗？啊！周会长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啊，他不过是这朔州苏家一个扫地。那是朔州苏家瞎了狗眼，而你们也一样。还请沈先生登入高位，入梧桐首座。那这厅内高位梧桐首座，我沈某就受之不恭了。今天在这会场之上，有谁敢为难沈先生、得罪沈先生，他就是我们中海4大商会的敌人，当赶尽杀绝。周会长，这么做未免有些有失公允，独断专横了吧？犯谁先生者，理应付出如此代价。凭什么？他沈池凭什么？我等再不济，也是大夏境内身世显赫、位高权重者，凭什么只是进犯于他们，就要对我们赶尽杀绝？哼，只是进犯于他，小子，就你先前那句“罪无可恕，理应当诛”，就足够你中海秦家灰飞烟灭。我不信，邱会长，我中海秦家虽不敌4大商会，但在我中海也是万人之上。我背后有大夏第一氏族帝京沈家为依靠，而他凭什么能让我们秦家灰飞烟灭？就算我秦家不及他，难道我背后的帝京沈家你也不放在眼里吗？没错，4位会长，我们中海世家或许尚有不足，但是帝京沈家纵观整个大夏，有谁敢不放在眼里？孟项两家和秦家是至交，来往密切，深知秦家和沈家的关系。今晚4位会长若是为了他为难我等，为难秦家，怕是帝京沈家那边交代不过去吧？你们未免有点自信过头了吧？那周会长大可动手试试，灭了我们秦家，到时候我们就看看4大商会能不能经得起帝京沈家的问责。小子，你能得4大商户的拥护，确实有嚣张的资本，但要和我秦少林做对手，你还差得远。我背后有帝京沈家作为依仗，尚可达云雀国际、云雀清军，而你如果只有4大商会作为支撑，哼，没有任何资格跟我斗，办事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是谁告诉你我的倚仗是4大商会了？难道除了4大商会，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强横倚仗，能和帝京第一世家沈家共争锋芒的？我说过，我自己便是这场上最大的倚仗。你的意思，只你一人便可与大夏第一世家沈家相提并论？你说的不错。各位可都听见了？他说只凭他一人就可比我大夏第一氏族啊！狂妄至极！4位会长，今夜之事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我们可以跟他赔，以化解恩怨。但是，要让我等对他低头道歉，怕是恕难从命；至于赶尽杀绝，更是绝无可能。没错，赔礼可以，但是像他这种狂妄之徒低头道歉，不行；赶尽杀绝，更是绝无可能。沈池，如果你耀武扬威的本事只到这儿了，那在我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就连压人扶手都尚不够格，还谈什么与沈家相提并论呢？
如果你还有什么手段没有展示，那你大可以拿出来，让我还有现场名流们看看。没有了4大商会，凭你还有多大能耐？可以，先前你以势压我，现在我以势还你。3分钟之内，让秦家于中海除名。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3分钟内让秦家于中海除名。对，是神说梦。秦家贵为中海世家之首，家族产业之庞大，远非常人之想象。其实你一句话就能抹除的。3分钟内让秦家出名，便是4大商会联手都未必做得到。我们4大商会的确没有这个能耐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沈先生不行。邱会长，你大可不必为了维护他，说出一些荒诞不羁、有损声威的话来。荒诞不羁，有失声威，那是你还没有看清楚你直面的沈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。不错，沈先生若想让秦家于中海除名，3分钟足矣。那我倒想问问各位会长，究竟是为什么会让你们觉得他除我秦家轻而易举？因为你引以为傲的帝京沈家，正是因他而荣。你什么意思？秦少陵啊，秦少陵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沈池沈先生就是帝京沈家的3公子啊，世人是以他的传奇的代称，是他一手扶起了云雀国际，他就是云雀清君。什么？他是沈家3公子，还有云雀清君。不可能，他绝对不是沈家3公子，更绝无可能是云雀清君。怎么了？少爷，不好了！帝京沈家和云雀国际突然联合发难，我们秦家马上就要破产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没有什么不可能。秦少林，你能与清军并列于此，已经是你毕生的大幸了。你是借了谁的狗胆，居然敢3番5次的冒犯清军？不可能，他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是云雀清军？凭什么？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了，就算你否认，有意义吗？来人，把秦少林带回去，送回秦家，告诉秦家家主，今夜秦家是因为秦少林而被灭掉的。秦家家主自行发落。是云雀清军，他怎么可能是云雀清军？我不接受，他怎么可能是云雀清军？他不是云雀清军，他不是云雀清军！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云雀清军？说呀，说呀！他是不是云雀清军？他不是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云雀清军，你们都想错了，他不是云雀清军，他不是云雀清军。接下来该你们了。清军，我们本无意冒犯您呐。是啊，今晚这事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好了，我呢也没有什么兴趣听你们解释。今天晚上我只给你们1次机会。3日内清算你们2家所有资产，悉数转移到君盛名下。如若做得到，你们尚可有一条活路；如若做不到，就同秦家一起中海除名吧。还请清军放心，我们中海向家一定做到，中海孟家一定会做到。清军愿给机会，我等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，还感激不尽。好，至于你们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做追究了。但若日后再犯，我定会一一清算。谢谢清军，谢谢清军，谢谢清军。事已至此，这场招商会也没必要继续了。老周，差人把合同和订单送往君盛。是。咱们也该走了。谢谢清军，谢谢清军，谢谢清军，谢谢清军。云泽，还是没信吗？伯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
四大商会对你们苏家如此的排斥，连我爸都出面了，也没有任何办法。看来今天的招商会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。看来今天的招商会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是那个白眼狼惹的祸啊！现在合作没了，订单没了，连这招商会的大人物我们都没得见，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遇到了沈池这个灾星，气死我！徐少，那我们苏家之后的地位岂不是要一落千丈了？别担心，金宵宴才是重头戏。金宵宴？对，明日我许家受帝京沈家之托，在天书庄园举办金宵宴，届时帝京士族齐聚，沈家三公子云雀清君也会现身。云雀清君，清宵宴，那我们苏家能去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这金宵宴是在我们许家的庄园举办的。好，那2天后就麻烦云泽多帮我们苏家啊！高母您放心，我许云泽不是沈池那个废物。明日清宵宴，我必助你们苏家重回巅峰。看你这话说的啊！他一个白眼狼，怎么和你徐少相提并论呢？啊！清月，谢谢，快谢谢，谢谢了。清月，我们之间就不要这么客气了。现在天色已晚，我赶紧安排车送你们回去。咱们明天再见啊！好。你真的是云雀清君？你刚刚不是都看到了？可是之前帝京的我知道你现在心中有很多疑惑，但是这件事情吧，太过复杂，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向你解释。这样，等明天清宵宴结束之后，我专门抽时间，一一解答你心中的困惑。如何？好，那我就静候清君佳音了。清宵宴上见。清宵宴上见。怎么了？清君，帝京这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那个丫头呢？什么状态？林小姐离开了。离开了？是的，但临行前，林小姐给您留了一样东西，说是要您返回帝京后亲自去她的保险箱里去。您看，要不要带回朔州？不用了。那个丫头古灵精怪的，谁知道她留下什么恶作剧啊？先放着吧。好的，那我就尽快返回朔州了。小姐，您的父亲家主大人，他今晚到海城了。真可惜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沈石先生吗？是啊，你们是？我们老板要见你一面。走吧。主人，人带到了。好，下去吧。你就是沈石？是我。请问您是？中海江家家主江克行。婉宁的父亲。婉宁不是你该用的称呼。江伯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到外面看到了什么？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，高楼入云，纸醉金迷。这里就是朔州最繁盛的夜景。可较之中海，却是天地之别。每当我凝视中海夜景的时候，都不禁感慨自己的渺小。我江家虽贵为中海世家，却仍不算是顶层，所以我惭愧啊，没有让我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中海最繁盛最高处。你认为
小宁值得拥有这份繁盛吗？当然。你呢？你能给他什么？江家主，您想表达什么？我知道你近期和我们家婉宁走得很近，但你配不上我江可行的女儿。那谁能配得上秦少陵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您展开说说。秦家乃中海首富，少陵更是秦家的佼佼者，心性沉稳，能力卓然，现在更是能独当一面。厉害厉害！婉宁若是嫁给他，立刻便能在中海顶层有一席之地，更是能够陪着少陵一起站在中海的最高处，享尽殊荣，受尽艳羡。而这些少陵能够轻而易举给婉宁的东西，恐怕你终极一世也无法达到，你必定是婉宁的拖累。您怎么知道他秦少陵能给的我就给？因为你是苏家弃婿，碌碌无闻，一事不成，只能蹉跎在最底层，连仰望少陵的资格都没有。你错了，江家主，是他秦少陵没有仰望我的资格。况且过了今夜，中海将再无秦家。哼，大言不惭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上门吃软饭，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，又是哪来的本事？敢许我小宁一世风光？我看你简直就是愚不可及。宁伯父，于你而言，中海便已是附属之地，跻身世家顶层，已是你毕生追求。可你又怎会知道，这些对我来说唾手可得，毫无意义。这就是我许家的天书庄园。这里就是天书庄园。是啊，爷，今天这里啊，可谓是万众瞩目，冠盖云集啊。咱们呀，可要赶快下去了，不然一会儿扣里边的位置都被坐满了。这个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金月，苏爷爷，咱们下去吧。啊。金月，你们就坐这里。许少，今天这清宵宴上的座位是不是还有什么讲究？倒有些讲究，但是啊，没那么细致。这边呢是给一些上层名流准备的，那边靠后的位置呢是给一些小家子准备。哦，那礼台那边的位置呢？那边呀，那边是给出身中海名流世家准备的。咱们朔州呀，至今没有人可以坐在那儿。沈池，沈池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而且那边不是只有中海和帝京的氏族豪门才能坐的位置吗？啊！沈池，你敢擅闯这清宵宴，你当真不怕死吗？擅闯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擅闯？不是擅闯是什么？这清宵宴是你有资格进来，你有资格落座的吗？你这害我们苏家的白眼狼，竟敢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！害你苏家？你先前不是说苏家没了我，会变得更加兴盛吗？啊，所以你离开了苏家就四处惹是生非，给我苏家抹黑，是吧？沈池，我没想过你是这样的。就算我们离婚了，你也不用这么恶毒的报复苏家。说不定呀，他今天就是故意来这清宵宴捣乱，想要破坏我苏家一飞冲天的机会。混账东西！苏家养了你5年，你就这么回报？
苏家养了你5年，你就这么回报？哎，脏水别往我身上泼。你们苏家能有今日，是咎由自取。我还犯不着为了牵连你们苏家而去惹是生非。别装了，你以为我们大家都看不透你那颗卑劣的心吗？我劝你啊，识相的话，赶紧把你当初抢走的那些寿礼都交出来，说不定呀，我们念起往日的旧情，还能让许少帮忙向沈家求个情，放我们一条活路。跟沈家求情，他许云泽还没那么大的脸。至于那些寿礼，我说过，是你们苏家不配。与其关心这些，你们还不如好好想一想自己还有什么后路，以免土崩瓦解之时毫无对策。装模作样！我告诉你，许少可是认识人家沈家3公子云雀清君，有了他，我们苏家才能大兴。都现在了，你还信他的话呀？你说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心知肚明。你不就是想说许少在说谎吗？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许少，所以才故意抹黑。没错，人家许少给我们苏家了多少，你又给了多少？你也配在这说许少的不是啊？这5年我给你们苏家的，就是他许家倾家荡产也遥不可及。够了，沈池，都到现在了，你还这么自以为是。好了，清源，别和他废话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俩拖出去！住手！还不给我退下！慢着，陈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这小子擅闯清宵宴，我当然是要把他轰出去。陈总，我看你好像要保他呀。这位先生本来就是清宵宴的来宾。来宾？他配吗？陈庆之啊，我不管他给你多少好处，敢让你这个时候跳出来保他，你当真不怕地经沈家动怒吗？陈庆之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是在我许家的天书庄园，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，真往老子来也保不住他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动手！中海4大商会到。4大会长都到了，清宵宴马上开始，难道你还要继续动手吗？啊，小子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等会儿沈家到了，我看你怎么死。拭目以待。沈池，这个地方你不该来，这个位置你也不该坐，你还这么理直气壮，你知不知道你坐了这个位置会有什么后果？不好意思，这清宵宴就是为我而办，而这个位置亦是为我而设。至于坐在这里会有什么后果，就不劳烦苏总费心了。你还真是无药可救。姐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你还管他干嘛？让他自生自灭吧。走，咱们回去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此次地经沈家和云雀国际特此在朔州设清宵宴的这目的，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。大家齐聚于此，就是为了一睹云雀清君沈家3公子的尊容。我在这儿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有请清君。
云雀清军马上就要现身了，你们好好盯着啊！那是谁？清军吗？不知道。哦，看起来是苏家的妻婿吧？这怎么站起来的是他？这怎么站起来的是他？这个废物不会想在这种场合下再冒充一次云雀清军吧？他这是找死！幸好我们苏家与他划清了界限，否则今日必被连累。还是苏老爷子没有智慧。这个沈池，他可在这个时候站起来，他不要命！沈池，你疯了吗？这里是清宵夜，不是苏家。小子，这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场所，赶快坐下。江家主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能不能不要再做你的白日梦？你跟云雀清军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苏小姐，让开！让开！我救过你了，是你一心求死。中海周济僧恭请沈先生登台。中海周济僧恭请沈先生登台。中海正云亭恭请沈先生登台。中海沈真兰恭请沈先生登台。中海邱恒川恭请沈先生登台。云雀国际首席执行官楚明恭请清军登台。请清军登台。清军，他是清军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云雀清军呢？所以，你真的是云雀清军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我告诉过你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要？我告诉过你，而你没有相信。哪怕他说着漏洞百出的谎话，自称与我相识，得我亲旨，你依旧深信不疑。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不是，苏清月，你我早已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从今往后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。清月，孙丽霞，苏重叶，现在你们还觉得苏家没了我会更加兴盛吗？完了，我们苏家完了。这些天我们都做了些什么？许云泽，现在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？现在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？我许云泽3番5次冒犯他，许家彻底忘了。江家主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同我讲过的话吗？现在你还觉得是我不如秦少陵，是我愚不可及吗？是我错了。江小姐，可否同我一起？乐意至极。
妈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。我真的后悔了。我想，我们以后相处的时间还有很长。关于你想知道的一切，我以后慢慢讲给你听。那沈先生可不要早早不耐烦喽。当然，我沈池乐意奉陪。敬清君。